你能想象嗎？80億年前，當我們的太陽系還沒誕生，地球連塵埃都不是的時候，宇宙深處炸開了一場宇宙級煙花，它的光跑了80億年才到地球，卻在2025年7月2日被 NASA 的望遠鏡捕捉到，一亮相就刷新了人類所有記錄，成了迄今為止宇宙間最強的爆炸。今天咱們就好好聊聊這場讓整個天文界都沸騰的宇宙大事件，看完你絕對會感嘆，宇宙比我們想象的還要狂野。可能有朋友會先問，這到底是啥爆炸呀？咱們得先搞清楚一個關鍵概念，伽馬射線暴，簡稱 GRB。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宇宙裡最猛的能量炸彈，每次爆發都会釋放出比整個星系還亮的光，而且全是超高能的伽馬射線。在這次發現之前，天文學家觀測過的 GRB 差不多有15000個了，最長的也才持續3個多小時，多數甚至只有幾毫秒到幾分鐘，就像劃了根火柴，亮一下就滅了。但這次 NASA 發現的 GRB 25070-2b 不一樣，它的初始伽馬射線就持續了至少7小時。中國的愛因斯坦探針還發現，其實早在爆發前一天，這裡就有異常的 X 射線信號。之後 NASA 的 NASTR 望遠鏡更是在爆發2天後，還觀測到了持續的 X 射線耀斑，相當於這顆宇宙炸彈不僅炸得猛，還續航超久，完全打破了所有已知規律。你知道這7小時的爆發釋放了多少能量嗎？說出來可能會嚇你一跳。NASA 的韋伯太空望遠鏡測出來，這場爆炸釋放的能量相當於1000個太陽持續發光100億年的總和。咱們再對比一下更直觀的，平時說的超新星爆發夠厲害吧？能瞬間照亮整個星系，可這次 GRB 25070-2b 的能量是已知最強超新星爆發的25倍。如果把太陽比作一根生日蠟燭，那這場爆炸就相當於同時點燃2500根蠟燭，還讓它們在瞬間燃盡。這種能量規模，別說在人類觀測史上，就算是自宇宙大爆炸以來，都能排到頂流。那這麼猛的爆炸是怎麼被發現的呢？這背後可是一群宇宙觀測神器的通力合作。最先發現信號的是 NASA 的費米伽馬射線太空望遠鏡，它就像宇宙裡的哨兵，時刻盯着天空中的伽馬射線。7月2日那天，它突然捕捉到一股異常強烈的伽馬射線，而且一直沒消失，趕緊觸發了警報。緊接着 NASA 的斯威夫特天文台也盯上了這個目標，它的任務是快速定位 GRB 的位置，很快就把範圍縮小到了盾牌座方向，就在咱们银河系擁擠的塵埃盤面附近。說到這裡，先暫停一下，大家注意到沒有？剛才說的7月2日，那麼7月1日是什麼日子？大家回憶一下，是不是我們人類首次偵測到 3I Atlas 的日子？對嘍，因此我也注意到有人在聯想，說 3I Atlas 在7月1日被發現時，與 GRB 25070-2b 在7月2日被發現時，方向基本一致，兩方向的角距只有17度，而且幾乎同時出現。那麼它們之間會不會有什麼特殊的聯繫呢？根據分析，我覺得不管是它們來的方向差不多，還是發現的時間相近，都不是特別重要，因為我們恰好在那個時間、那個方向發現了 3I Atlas。我就說一點，如果 3I Atlas 不是穿越蟲洞來的，以它現有速度，可以測算出它大概已經在太陽系的奧爾特雲穿行8000多年了。因此它們之間應該沒有太直接的聯繫。大家覺得呢？好了，言歸正傳。這時候中國的愛因斯坦探針，他專門觀測 X 射線，居然在費米發現伽馬射線前一天就記錄到了這個區域的 X 射線異常，這給科學家提供了關鍵線索。這場爆炸不是突然發生的，之前就有預熱。之後地面上的大家伙也加入了，夏威夷的凱克天文台、智利的慎大望遠鏡，還有 NASA 的哈勃望遠鏡、韋伯望遠鏡一起對着這個方向猛拍。尤其是韋伯望遠鏡，它的紅外分辨率太牛了，不僅確認了爆炸的宿主星系，還看清了這個星系的細節。它居然是個質量比銀河系還大2倍的巨型星系，要麼是2個星系正在合併，要麼中間有一條暗塵埃帶把核心分成了2半，而爆炸就發生在塵埃帶的邊緣，這一下就排除了和星系中心超大質量黑洞有關的可能，也讓科學家更困惑了。
這麼特殊的星系環境，怎麼會出這麼猛的爆炸？說到困惑，這可是 GRB 250-702b 最讓天文學家頭疼的地方，它完全不按套路來。按照傳統理論，伽馬射線暴要麼是大質量恆星燃料耗盡，核心坍縮成黑洞時產生的，要麼是兩個致密天體，比如中子星、黑洞合併撞出來的。這兩種情況都會伴隨一個關鍵現象：超新星爆發。可韋伯望遠鏡把那個區域翻來覆去看了好幾遍，就是沒找到超新星的信號。雖然有科學家猜測可能是星系裡的塵埃太厚，把超新星擋住了，但更多人覺得這說明這次爆炸的機制可能和我們之前想的完全不一樣。現在科學界有兩種最主流的假說，咱們通俗點講，都和黑洞吃恆星有關，但吃法不一樣。第一種是中等質量黑洞的饕餮大餐。你可能知道，黑洞分恆星级，幾倍太陽質量，超大質量幾百萬到幾十億倍太陽質量，但中等質量黑洞幾千倍太陽質量特別罕見。之前只在理論裡提過。這種假說認為，有一顆質量超過太陽3倍的恆星，不小心闖進了中等質量黑洞的引力範圍，黑洞的潮汐力一下子就把恆星撕成了碎片。就像你用手擰毛巾一樣，恆星物質被拉成了細長的麵條，然後圍繞黑洞形成一個巨大的吸積盤，吸積盤裡的物質互相摩擦，產生超高溫度，最後形成近光速的噴流，釋放出伽馬射線。這種情況叫潮汐撕裂事件，但以前觀測到的都是小黑洞幹的，中等質量黑洞幹出這麼大動靜還是第一次見。第二種假說更精巧，恆星級黑洞和氦星的終極合併。這裡說的恆星級黑洞質量大概是太陽的3倍，事件世界只有18公里，比地球還小。它身邊有個伴星，是顆氦星，就是把外層氫大氣都丟光了，只剩核心氦的恆星，質量和黑洞差不多，但體積小很多。隨着兩者互相繞轉，黑洞慢慢把氦星的物質吸過來，形成吸積盤，等黑洞完全鑽進氦星內部，就開始從裡面啃恆星，最後把恆星炸碎，同時釋放出伽馬射線。這種假說的好處是能解釋為什麼爆發持續時間長，黑洞從吸積到炸星過程比較慢，但問題是按照這個模型應該會有超新星爆發，可我們沒看到，所以還得等更多觀測證據。不管哪種假說是對的， GRB 250-702b 的科學意義都太大了。首先，它讓我們知道了伽馬射線暴還有全新的產生方式。以前我們以為已經摸清了 GRB 的脾氣，現在才發現宇宙裡還有更極端的情況。其次，它的宿主星系是個古老的巨型星系，距離我們80億光年，也就是說，我們看到的是80億年前的宇宙景象。那時候宇宙才58億歲，正是黑洞和星系快速成長的階段。這場爆炸就像一個時間膠囊，能幫我們研究早期宇宙裡黑洞是怎麼吃飯長大的，星系環境又是怎麼影響這些極端事件的。更重要的是，這次發現完全靠多設備聯動，從太空的費米、斯威夫特、韋伯到地面的凱克、VLT， 再到愛因斯坦探針，少了任何一個都沒法拼湊出完整的畫面。這也給未來的觀測指了方向。以後再找這類極端事件，就得靠不同波段、不同位置的望遠鏡組隊。而且馬上要投入使用的威拉魯賓天文台 NASA 的羅馬空間望遠鏡靈敏度比現在的設備還高，說不定未來10年，我們能發現更多類似 GRB 250-702b 的宇宙最強爆炸，甚至找到中等質量黑洞的直接證據。說到未來，我總忍不住暢想，當韋伯望遠鏡拍下那個80億年前的星系時，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場爆炸，更是宇宙的童年記憶。那時候，我們的太陽系還沒形成，地球上的生命更無從談起。可那場爆炸的光卻在宇宙裡跑了80億年，最終被人類的望遠鏡接住。這本身就是件特別浪漫的事兒。它提醒我們，人類雖然渺小，但憑借智慧和好奇心，能跨越時空，觸摸到宇宙最遙遠、最極端的秘密。可能有朋友會問，這麼猛的爆炸會不會威脅到地球啊？放心，它距離我們80億光年，就算現在再爆發一次，光也要走80億年才能到。到時候人類文明說不定都換了好幾種形態了。
而且銀河系裡的黑洞，比如中心的人馬座 A 星，性格比較溫和，沒條件搞出這麼大的動靜，所以咱們完全不用怕。最後，我想跟大家說 ，GRB 2507022b 不是終點，而是起點。宇宙裡肯定還有更多我們沒見過的極端現象，更多顛覆認知的發現等着我們。所以，保持對宇宙的好奇吧，因為下一個宇宙最強爆炸的發現可能就在明天，而我們都是這場宇宙探索之旅的見證者。熟悉我頻道的朋友都知道，我一直專注於制作宇宙主題的優質長影片，而且頻道更新速度很快。有朋友就問了，哪兒來的那麼多素材及靈感？幾乎是每天都在更新。實不相瞞，我一直有在用一款叫 Himalaya 有聲書 APP， 戴個耳機就可以在通勤、走路、運動時候聽聽我喜歡的宇宙主題類內容。這個給我帶了很多靈感，有了靈感，設計主題，然後再搜集、整理、創作，最後展現給大家，對我及頻道幫助非常大。另外，個人感覺還有個特別的妙處，那就是睡覺前必須的聽一段，現在已經是不聽睡不着了，簡直是助眠神器。當然，這麼好的 APP， 我也想分享給訂閱我頻道的朋友，說不定對你有幫助。Himalaya 這個有聲書 APP， 它的優勢就是華語內容很豐富，天文地理、歷史名著什麼都有，而且都是正版授權，製作精良，特別是裡面很多科普科幻的作品質量十分高。剛好最近我也替支持我頻道的朋友們爭取到了專屬福利，14天 VIP 免費試用，一般用戶只有7天，這是只給訂閱我頻道朋友的特別禮遇。怎麼操作呢？現在只要點擊下方資訊欄的專屬鏈接就能領取使用名額，你先用14天，如果覺得不合適，卸掉就是不會扣費。如果你覺得還不錯，你就充值繼續用，